你知道全台灣哪裡的土地公是雙生，住在同一間廟的嗎？今天我們來到基隆暖暖，要解鎖那些地圖上容易被錯過的寶藏。我們帶你吃一間就在平交道旁的乾麵，在地人雞推，醬汁黏嘴，讓人難忘。還要走一條跟日本地節友好的峽谷步道，雖然我們好像走錯了，旅程中還有神秘嘉賓的加入，帶我們去吃有名的排骨酥麵，加上獨門的胡椒粉。從在地老字號到僅存的3間快可力之一，這集暖暖一日遊絕對讓你看到不一樣的風景哦。暖暖面店，这个是在地的老字號。來到暖暖呢，大家都會推薦你一定要吃暖暖面店。它就在暖暖老街上面啊，旁邊就是鐵路平交道，一個還蠻有味道的小店。沒有想到這樣子的地方呢，你平日來禮拜一哦，竟然是要排隊的。基隆地區的麵攤呢，必須先來上一碗乾的廣東麵，哇，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香啊！我跟你講，它的麵條啊，看起來比較寬一點點，有沒有？好像是感覺很會拔醬汁。可是我們拍的比較久一點點，這一上桌就要趕快辦了。我跟你講，因為廣東麵這個啊，基隆人是常常是爭執不休，是最好吃的。那當然也有人說這一間是最好吃的，我們試試看。好，我剛想說。這個顏色這麼白，吃起來應該沒什麼味道，結果沒有因為它就很淡的豬油香，然後搭配上它的醬香，非常的喜歡，然後又不會醬味太過重。我剛剛沒有拍到你眉毛皺起來的樣子，這肯定好吃的，非常好吃，而且我覺得就是如果馬上拌起來，馬上吃，一定美味會比我現在吃到的呢再更加一倍。我跟你講啊，你剛剛在拌的時候有夠香啊，那個豬油的香氣跟那個醬油的香氣好香哦。而且它的麵呢還蠻有彈性，我剛剛是需要稍微的拉扯，它還會有回彈的感覺這樣。重點是我剛剛其實看到它裡面上面放的油蔥還蠻多的哦，天哪，好好吃哦！我跟你講，它那個豬油跟醬油完全就是扒在那個麵上，所以你吃那個麵會有一點黏黏的感覺哦，這才是我要的廣東麵吶！我覺得大家可能會有點難想象，因為看這個樣子我都會覺得它看起來好像不太好吃，因為它現在就是一種有點乾然後拌不開的感覺。可是說真的，它非常的好吃，因為它油量呢是加的恰到好處，一點點多都不會，然後又非常的足夠讓你覺得它很香。而且它的麵條更寬一點，所以那個嚼勁更好，而且彈性也很好。我沒有想要放掉這一碗，我很想要吃完它再來吃其他的東西。好好吃哦！我跟你講啊，這個客家人也會喜歡，因為它油蔥放了很多。然後我跟你講，閩南人也會喜歡，因為我們像我家是新營人嘛，然後新營他們就是吃那個早上那個豆菜麵，其實就很像這個口感，有點像。然後是比較窄一點的版本，哇，好讚哦！馄饨湯，看它這個湯啊，有夠乳白的。然後我剛剛喝下去呢，就是哇，滿滿的那種大骨味，非常的棒。哇，它這個餛飩啊，雖然小小顆，但非常的多顆，幾乎是你隨便撈就是有，隨便撈就是有。但我第一次吃到，就是它這個內餡啊，屬於是呈現它的甜味，但不特別強調它重口味，所以湯的味道呢，喝起來反而會比餛飩還要再更重一點點。我跟你講啊，它其實是小餛飩，對不對？可是我覺得它這小餛飩是大顆的，而且其實一口下去是它非常的剛好在。至少我的口腔裡面是剛剛好的大小。其實這一碗喝下去應該也會蠻飽足的哦。哦，好棒哦，這一碗。忘了說，我們剛乾麵跟餛飩湯點的都是大碗的。它裡面餛飩非常的多哎。
一下它的小菜，看起來都非常的讚。我們點這一盤紅燒肉啊，哇，你看它的質地呢，這個肉看起來就跟一般的紅燒肉不太一樣，我們吃起來像豬排的那種肉，腰內肉或什麼之類的。那紅燒的就是它的輔助，整個是非常的好吃啊。我跟你講，外面紅燒肉很多都是切成條狀，它是應該是有點像是日式豬排那種很厚的，对不对？然後切面這樣子，所以它那個口感、肉感非常的好。重點是我覺得它非常香，但又不油膩。哦，只能說超級喜歡啊。再来这個是生腸，咬下去是這樣不啾不啾不啾脆脆，然後又爆汁的感覺。我跟你講，我們剛剛前面點的這幾樣都是他們非常經典必點的東西。我跟你講，它的那個醬油膏也非常的好吃，哇，非常合口味。甜口的，再来带點蒜味，吃起来很過癮。它那個甜口不是太甜的哦。这一盘是嘴邊肉，有些肉呢，你光用看了就知道它会非常的好吃，因為你看它的紋理啊，跟裡面的那種膠質感呢，就是非常的分明。然後呢，在入口的時候就也不會覺得是說，它乾乾的，是非常的好吃這樣。它其實是有點入口即化，可是它是那種扎實的入口即化感，也很厲害小菜跟我一般吃到的口感都稍稍的会有點不一樣，它這個是咬下去還有膠質感，就是一般我們咬下去，要不然就是非常軟，要不然就是非常脆的，它就是介於軟跟脆之間。很棒，因為我最怕吃到豬皮是像肥皂感的那種。它完全不會油膩，而且他們家的小菜呢，所有東西都處理得很好，一點點腥味讓你害怕的感覺都沒有。我跟你講，這間麵店我覺得超級強的，如果在我家旁邊，我就吃爆它了。我跟你講啊，我以前小時候啊，就是很瞧不起就是麵店，你知道嗎？因為麵店那都是你看的東西，它長得都一樣。可是呢，你每一間吃，每一間差別都很大，20分到100分差很多。那為什麼看不起啊？為什麼看不起？就是因為麵店它都長得一樣，所以你就覺得啊，就不就是麵店嘛，就吃的不夠多啦。對，可是你吃多的時候發現哇，長得一樣，可是吃起來每一家都差很多。沒錯，這個絕對就是98分、95分的。哇，這一餐非常的感動。我後悔有點太少了。這間店啊，網絡上很多資料都寫40年，也有寫60年的，但是剛問老闆，他們是民國38年開業，到現在已經70年嘍，70幾了。大家看一下營業時間，現在時間是2點半。那在我們吃飯的當中呢，其實很多東西都已經賣完了，他們賣完就會提早收攤，所以建議大家早點來，免得撲空。我們現在來到暖東峽谷來走一走。那它這邊呢有分成大環步道跟小環步道。那其實我看呢，它的時間呢也都沒有到很長。如果你有比較長的時間呢，可以走大環步道。那我們今天就選擇一個明明不累，卻一定要說它很累的小環步道，大概450公尺而已。你明明很冷，卻不說。這條步道呢，它竟然跟日本的宮城縣呢有締結友誼，就是台日友好的意思。然後宮城的偶來步道，我們看偶來步道會想到那個濟州島的偶來小路。這隻可愛的紅色小馬呢，就是他們締結友誼的信物。好，我們走吧。走吧。我們走了大概20步啊，就已經有景色了。好了，我們可以回去了。CP 值蠻高的。一個小小的瀑布。你看那個下面有魚剛看那邊都沒發現，結果看到這邊啊，全部都聚集在這裡。你嚇我一跳，本來要拍你了，然後你叫這麼誇張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觀察一下哦，你會發現裡面啊有那種閃閃發亮的一點一點銀色的那種光線跑出來，應該是那個魚呢在游的時候，它的比如說肚子還是什麼側面啊，它會有之類的，對，會有銀色的那個。
來到小環步道的起點了。剛剛下面呢導覽寫450，然後再來到這邊變680，一步步把你騙進來。這很像你今天去一間麵店，在那邊說，哎，什麼99塊吃到飽，結果全部都要單點的感覺一樣。這條步道跟我想象中的有點不一樣，其實有點不太好走。那我不知道跟這有沒有關係，因為暖東峽谷呢，它其實是淡蘭古道中路的起點。那這條步道呢，它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了，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原來的那個樣子。前一陣子可能有大雨，所以這些樹根都有點被拔起來，所以我覺得大家要走要小心，有點蠻危險的。你覺得路會很滑嗎？不會，但是要準備好布鞋就對了。你看，這認真的嗎？這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種450公尺的輕鬆步道哎。他現在非常害怕，而且繩子還濕濕的，我還背一大堆設備哎。它其實算是有樓梯，只是說這個讓你抓着會比較安全這樣子。它其實是營造的蠻好的情境，但是不會很困難。哦，難怪它這個450公尺要走20分鐘了。對啊，我想說平常450公尺我大概走2分鐘就可以了。5分鐘。哎，你想想看哦，如果這裡真的是淡蘭古道的本路的話，以前的人呢是要背着很多的貨物在這裡走來走去，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輕輕鬆鬆的輕裝就可以走的。我跟你講，你要珍惜那邊哦，坐車到這裡好遠，那邊好遠，你坐車呢？哎，也是呢。哦，想一想這個路你就知道了。以前的人要從台北到宜蘭要用走這條路，怎麼辦？我们好像走錯了，走到大環來了。可是我剛剛在走小環的時候，我並沒有看到其他的路啊。沒關係啊，你常這樣，就你要記得可以承受這件事就好了，不要生氣就好。我們還是往回走好了。哦，回到這裡了，哇！走下來比走上去還累。對啊。啊，我們現在在研究路線，好狼狽哦。找不到小環步道的入口。不過我們這一集就是想要多動一點啊，算是有減肥到。真的是老天爺覺得我們真的是該減肥了。我們就走回剛剛那個路口了。哦，終於來到一個像樣一點的地方了。我們來到這裡是霞翠廣場，然後上面有一座拱橋。那的確，我上來這座橋看過去呢，就可以看到滑瀑的指標了。這裡有個溜滑梯，叫做滑瀑意象溜滑梯。它到底哪裡滑瀑意象？那這樣所有的溜滑梯都滑瀑意象？不是，我跟你講，他把溜滑梯拿掉才是意象。那叫抽象好嗎？滑瀑抽象溜滑梯。在暖東峽谷裡面，其實那個滑瀑是蠻重要的景點。那這個溜滑梯呢，就是有點模仿滑瀑的樣子，寬10多公尺。當然這個沒有10多公尺。然後那個瀑布呢，就是從斜面這樣傾瀉而下。所以我覺得，如果是下豪大雨的時候呢，這個溜滑梯應該會更像滑瀑一點。哎，這邊很漂亮哎，難怪它要做一個景觀平台。可是我覺得它看起來很神奇，它那個斜的岩面是這樣子斜的，可是水是往下流的。真的耶！其實我覺得你站的位置看得更清楚，但是如果想要拍照的話呢，被拍的人站在這個位置應該還不錯。終於走對了，看到你那什麼臉？你那什麼臉？我們現在到步道的旁邊有一個古厝遺址，遺址就是說呢，其實這個古厝已經不存在了，可是現場呢，大概還可以看到一些遺落的磚瓦，它是石頭厝，就是石頭的屋子。那其實應該是跟礦業有關係。那現場呢，還有看到一個迷彩的拱門，然後發現對面也有一座，它長得很像吊橋的樣子，然後上面呢還可以看到鈎子，應該是吊那個橋體的繩索。那我們問 Gemini 呢，他說是
823炮戰的紀念物，我是覺得有點存疑啦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這個應該就是那個古厝遺址啊，然後我覺得蠻可惜，因為現場沒有任何的說明。如果可以把這個故事好好的說清楚的話呢，應該會更好一些。來到這邊會有一點覺得說是怎樣，現在整個都走意象的路線。沒錯。我覺得這邊最好拍的其實就是這邊層層錯落的橋了。我不知道我成語有沒有用對。這裡終於有像步道了。我一直有想要去大金農場，它是一個做藍染的農場。那我預約了2、3次都沒有預約到，沒想到它是這樣子走過去的。它應該可以開車開得了，應該可以到得了吧？不知道哎。我們現在來到華瀑這個景點了，可是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呢，好像有一點不太對。這幾天呢，因為下雨沒有下很大，所以只看得到這樣子流下來。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，如果說水量大的時候，應該是連這裡都是華瀑才對啊。它真的蠻漂亮的，我剛剛遠遠看，我就覺得哇，有一種哇的感覺。你站來這邊看，今天水其實不大，所以看起來還行。但是我跟你講，水大的時候應該會覺得很酷。你站在這裡看你就懂了，水大的時候呢，可能連這裡都是水道，所以如果滿水的時候，這樣講很奇怪，你應該就是只能站在樓梯那邊觀賞。哇，這個水啊，其實還蠻乾淨的哎，我覺得夏天來這邊的時候一定非常的涼快。So come away with me, nobody has to know where we gonna go. I was just calling to see if you're free. 小環步道呢，顧名思義，它就是個環狀的，就是你沿着走完呢，就可以回到起點。但是因為呢，我們今天出來太晚了，然後剛又走錯路，現在天色已經快要暗了，我們還是沿原路回去比較保險一點。20分鐘，我們走了2個小時。Skin, sleeping under stars when it's gone. 我們現在來到全台唯一一座的雙生土地公廟。所謂的雙生呢，就是這座土地公廟裡面同時供奉了2位土地公。那本來這2位土地公呢，一個是在河流的上游叫做水頭土地公，一個是在河流的下游叫做水尾土地公。在我右手邊的呢叫做福星土地公，左邊的呢是福德土地公。這2座土地公為什麼會聚集在一起呢？主要是因為原本啊水頭土地公那邊呢，他在日本時期的時候要建水庫，那個水呢幾乎把當時的土地公廟給淹沒了，於是呢工程中就發生了種種的怪事，使得工程無法順利的進行，所以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去問土地公，說要怎麼處理才好了。最後呢就得到的結論就是把2位土地公呢都在這邊聚集在一起。這2座土地公啊，長得有點不一樣，還蠻特別的。有一尊土地公，他的眼神呢是向下看的，據說這尊土地公呢，他保佑的是土地的安寧。那另外一尊土地公呢，他的眼神是直視前方，就是保佑你的前途、你的工作順利的。這個地方呢，它剛好是東勢溪跟西勢溪的匯流處，所以雙生土地公在這邊呢，它剛好就有一句話叫做“雙生匯雙水”。那因為剛好又在水源處啊，所以其實呢，這個地方呢，它也是保護水源的土地公廟。像我覺得最近呢，我們淡水人啊，還有基隆人都蠻適合來拜一拜的。真的，對，都愛下雨，然後都缺水。對，然後他們其實這個土地公呢，是分別掌管各自的流域，但是他們現在就是一起在這邊辦公嘛，就有一種攜手合作，那當地的居民呢就加倍庇護的感覺咯。啊，就是很像那種整合式的什麼戶政事務所啊、區公所，全部都在一棟大樓的感覺，一次完成，很棒。刚刚双生土地公廟旁邊呢有一個
暖暖淨水廠百年幫浦間這個景點呢，它有120年的歷史了。那晚上看起來呢，還蠻漂亮。不過呢，有點可惜，因為現在是封住了，可能是下面有點地方要整理什麼的，所以封住不讓人家進去。我看人家晚上的照片真的是還蠻漂亮的。對，你看它的建築啊，這樣子有點閩式，有點日式，有點仿歐式，這樣紅磚的建築啊，配上燈光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這個幫浦間本身呢，保存非常的良好，現在已經被登錄成歷史建築了。那裡面的這個幫浦呢，它據說是靠引擎驅動的，沒有電力供應。然後呢，它是全台灣第2個水源地，算是見證了台灣自來水歷史的一個發展。好啦，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整理好，等它整理好，我們再訪吧。桥頭排骨酥麵定內店，就是來到這個附近呢，也一定要吃的一家名店。我們現在突然出現了一位特別來賓，大家好，土豆又出現了。為什麼土豆今天會在這邊呢？我今天剛好來瑞芳這邊出差啊，就遇到你們了。太巧了，最好是有這麼巧。這挺巧的。對，我們今天有土豆幫忙就可以全部都給它點起來，想吃就吃，完全不用怕吃不下。我跟你講，如果只有我們2個人的話，大概這個1/4吧。我這就是有土豆的話，我完全就是想吃什麼就給點起來，不怕吃不下。對，好，來吃。好，這一間呢是土豆推薦的店啊。那土豆為什麼會推薦這一間呢？南宮站的那個水豐家，這瑞芳四角底這個很有名啊。可是它那邊它的位置也許沒有到那麼舒服。它這間店啊，我們可以坐在店面裡面這邊吃，舒舒服服的，環境比較讚。對，環境好很多。这是我們今天的第2碗乾麵了，乾麵不等人。這也是土豆剛剛說呢，來這邊一定要試一下它的乾麵。因為我們今天中午已經吃過乾麵，然後說不行，來到基隆就是乾麵都要試一下。對，基隆每家乾麵的味道還有風格都不一樣。那我想問一下，你最喜歡的一間？要得罪人哦。就每間風味都不一樣啊，沒有辦法比較啊。不敢得罪人。不會啦，都好吃啊。我覺得他在我們頻道裡面比較溫和，他自己頻道裡面比較他派。沒有那個不行啊，笨。這麵超好吃的，它裡面呢已經有拌進了辣椒醬，稍微有點甜甜辣辣的，一定是晚進，對不對？一定是啦，就是如果說每一家它有一點點自己不同的調味這樣子。如果你今天這句話我好像中午就聽過了，這麵好好吃哦。那你吃起來覺得怎麼樣？就是你來這邊，你可以不點排骨麵，但是你一定要點乾麵，然後配一碗排骨湯。那你這樣今天點放在一起，那就是什麼都拿在一起啊。我很想要看你加胡椒，這個你會加胡椒嗎？會啊，會。哦，你加1點胡椒，到底什麼叫做1點胡椒？這樣好嗎？我這個頻道可以這樣加嗎？可以的話我就加了。可以啊，按照你喜歡的方式來加。對，真的嗎？我在看你那個留言裡面啊，就是說是要1點胡椒嘛，然後我自己親眼看到，真嚇到了。你們頻道不介意我就加了。不會，沒事。天啊，你真的平常都加那麼多嗎？對，我們真的是加一點的，因為這樣子我是覺得還蠻香的。你不要為了做效果。我是真的，我真的都會這樣。你平常都這樣吃？我真的在這邊吃也這樣加。等一下。特寫一下，沒吃到你就嗆到。可是我真的，我每次來都會加那麼多。太猛了！其實我有一次也這樣試一下，的確是蠻爽。那老闆會不會看到你來就把胡椒粉收起來？那你偏好有那個中藥味的吧？還是？我覺得有中藥味是加分啊。可是我們出外就是有的用就好，讓他吃就吃啊。對。是排骨酥湯，它這裡排骨酥湯非常特別，有分2種湯頭，一種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菜頭湯，另外一種呢就是蚵仔的。
那我今天點的呢是偶爾的，因為土豆說呢他要吃菜頭的，然後說叫我們也點菜頭的，免得我們頻道被炎上。但他不懂，我們就是專吃芋頭，超愛芋頭。這間芋頭的我期待已久的我們都是那種吃火鍋要加芋頭派，怎麼樣？要切8段的嗎？你不敢把它當成胡椒加了吧？沒有那個芋頭，我覺得我以前大甲住過，我是喜歡芋頭的。哦，做成甜的我更愛。大甲芋頭超好吃的，所以是不是大甲的你就不吃？我跟你講，我以前不喜歡吃芋頭，然後第一次吃到大甲的芋頭，然后愛上哇，就發現哇，好好吃哦，超厲害。它的湯啊，風味還蠻明顯的，裡面充滿了油蔥。其實我覺得吃起來很像那種芋頭米粉湯的湯頭，這樣講大家比較能夠想象。那我們來吃一塊芋頭看看。你這個大碗是110，對不对？嗯，這個料很大，你看一下，哇！這點湯很划算的。大碗的排骨湯是130，可是料真的有夠多的。这個芋頭也是選過的，迷你桑桑，很好吃。會被炎上嗎？不會，絕對不會的。就很好吃。我還可以繼續再加胡椒。老闆是觀眾，是土豆哥的觀眾，所以他聽到我們剛剛說這個偏愛胡椒，中藥味的胡椒，所以老闆就拿出他的壓箱寶了。老闆熟客才給這個。他可以提這罐的我們這樣摻一下就好，加一點就好，因為雨光快吃完了，我們都快吃完了，就一點就好了。然後來吃一口排骨酥，它這個排骨酥呢是比較像粉蒸排骨那樣的口感，然後也是蠻香蠻嫩的。他吃真的超快的，我第一次感覺到有人吃飯比我快很多。你看你這個還這麼滿，炫完了。對。因為加的老闆特制的胡椒，我覺得非常的棒。他剛剛跟我們一直推薦說，一定要加那個胡椒，那胡椒超好吃。他剛剛一吃就愛上，人家都喝光光。把它弄一下，来一點胡椒。我這個真的是1點。那真太1點了嗎？這樣就好。我們剛加那麼多，就喝完了。太1點了，再來1點。我這個胡椒粉層次變得不一樣嘍，所以大家有看到的話，可以問一下老闆，可不可以給1點胡椒粉？一定要找這罐啊！我大這個配補的。是一塊乾蓮吧。土豆，你知道中部叫這個叫做隔間肉嗎？隔間啊，他們菜單上都沒有乾蓮哦。有。對。哦。然後中部的他們說他們不知道乾蓮。神奇哦。神奇啊！可是你不是有住過台中啊？我以前都點不起小菜啊。沒錢啊。我不行，我快要笑死。它的小菜啊，還蠻新鮮的，因為肉質呢是還蠻嫩的，然後沾一下它的這個醬，丸進辣椒醬跟醬油放在一起，層次還不錯。這個特別的，這是什麼？你知道嗎？這個是鯊魚煙，我剛剛想說是什麼煎魚，就老闆說呢，這是他們家比較特別的小隻的鯊魚，叫做條啊，這樣子。沒錯，你們試試看吧。好，真的是還蠻特別的東西，我剛剛差點就漏點了這個，就是老闆推薦我們說，一定要吃這個，它煙燻味還蠻濃，然後土豆剛剛說吃起來其實有點像鰻魚。我剛剛一進來就一直盯着它看的，因為它真的長得太特別，我不知道什麼。他後來講鯊魚，對不對？太酷了，我們沒有吃過這一種的，它口感也不太一樣。它的口感就是鯊魚那種比較肉多的部分，比較沒有那個膠質感的地方，但是也是很好吃的。我覺得它因為它有這個煙燻嘛，它那個煙燻的味道特別濃厚，然後它那個濃厚不是因為煙燻的很濃，是它這個魚本身的那個味道是很濃的。它有煙燻，煙燻也夠濃了，但是還是呢有它魚的味道存在。土豆覺得如何呢？那完全是打破我對鯊魚煙的認知。哇，真的，我也覺得是，沒有吃過的那種鯊魚煙。我們在地基隆住了那麼多年的，我是第一次吃到這樣的鯊魚煙。來吃一下它的紅燒肉，我覺得跟暖暖麵店的看起來都蠻像的這樣。
也是非常的好吃。哎，它這個醬汁有加那個蒜在裡面的，真的吃起來更好吃了。這裡的紅燒肉好出色，都可以做得這樣細緻又不油膩。土豆哥說到基隆呢，一定要吃吉古拉。我們也是嘗試過蠻多次的，只要沒有點吉古拉呢，就會被基隆人抓出來罵。基隆人有這麼凶嗎？很凶啊！你沒有點蛋腸，沒有點吉古拉，就一定會被罵的。哎，老闆，蛋腸。他們沒有賣，没有，他这边没有蛋肠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我下次一定要点，因为我上次去义美，然後吃沒有點蛋腸，哇，超多人罵的哎。誇張哦！哎，因為基隆的蛋腸真的你會吃到一個腸衣裡面包的就是蛋液而已，就這樣。哦，我大概懂那個感覺了，就是它是純蛋的，因為我們外面吃到有一點點都加魚，加那個薑泥，加一些薑進去讓它塑形了。也不是啊，就是加可能會摻一些麵粉去塑形，讓它不容易散掉。然後基隆就是純蛋啊，所以很容易壞掉。很容易散掉，很容易壞掉，所以只有在基隆當地才吃得到，因為它那個東西很難保存，你很難散到外面。對，它是因為保存問題，它運送問題啊，所以它就是有這種基隆跟細子比較多。那個吉古拉在那個醬油真的是蠻好吃哦。這個是老闆的愛心 and sweet。他知道土豆哥喜歡吃個，他就馬上來一個。我們也蠻喜歡吃的，每次都是加爆。老闆，我們也喜歡啦，拜託啊。我剛不該先沾醬，因為土豆一吃呢，他就說這個吉古拉呢，它的魚漿味呢比一般的還要更濃厚一些。然後我後來呢，等到那個醬的味道退掉之後，的確是那個魚的鮮味就慢慢跑出來了。你不知道基隆人如果把眼睛蒙住，拿一般的吉古拉跟這邊的吉古拉給他吃，他不知道分不分得出來。然後土豆吃了覺得好像不是那麼基隆的吉古拉。那老闆呢解釋說，其實這些都是吉古拉，只是他們家叫的是比較厚的那一種。一樣是基隆。對，他覺得說這個吉古拉呢比較沒有那麼有魚腥味啊。土豆是覺得說呢，他比較喜歡吃薄的那一種吉古拉。說老闆說他們以前有叫過薄的啊，因為有些客人，因為他們比較多的客人喜歡吃這種厚的，然後魚腥味沒那麼重。就雖然都是基隆，可能各地區的人呢飲食習慣還是稍稍的有點不一樣的。一下乾餛飩，你今天中午跟晚餐吃的東西非常的像，對，都是一樣。這個餛飩也很好吃，就是小小的，然後可是它的肉餡還蠻有味道。剛跟老闆聊了一下，你看他們的店名呢叫做橋頭排骨麵定內店嘛，那可是其實他們跟另外一家店那邊呢，他們是分開經營的啊，兩邊呢其實關係都還不錯，只是說大家有時候呢在那邊接到投訴呢，會打電話過來這邊罵他們就有點困擾這樣子啦。现在来到快可麗，快可麗呢，先買個雞排，然後再買個珍奶，先吃起來。在地吃起來呀！因為我們本來是要去吃那個臭豆腐，可是今天它突然沒開 ，Google 上寫有。然後我們覺得口很渴，然後所以土豆帶我們來喝飲料。對，這是全台唯幾剩下，僅剩3間的快可麗。可是為什麼你來快可麗吃雞排？以前不是就是快可麗就有賣雞排嗎？是哦，這是我們回憶啊。還有我都是喝那個珍奶。對，我都是喝珍奶，但是呢，他真的有順便賣雞排，我想說就順便吃一下。請那個土豆來，你怎麼可能不給他？對，一定要吃飽的嗎？這個很好吃它這樣子80塊啊，然後肉還蠻厚的，它外皮吃起來呢，很像那種排骨酥的炸粉。對，它的炸粉不太一樣，因為我們一般吃這種會想到那種協力雞排，協力雞排沒有這麼的酥。對，然後它這個粉呢，就是你可以選擇胡椒啊，或是辣啊，或者是梅粉啊。然後剛剛我們是點胡椒的，有點中藥香氣。然後老闆說他那個撒粉的地方呢是沒有特別去清，所以我們吃到有一點點梅粉的味道也是正常。可是我覺得這樣吃好好吃哦。我都覺得怎麼樣？這就是咱細漢在吃的雞排啊。對，沒錯，懷舊的味道。我小時候吃的比這個沒那麼好吃對啊，干母樣。不是啊，過了10幾年、20幾年，一定要進化一下的。我必須老實說，我覺得他可以跟雞的專家有得拼。沒錯，不要打我。
趕快來喝一下快可麗的飲料。我一般走到飲料店前面都會想很久要喝什麼，可是來到這邊我完全沒有猶豫，就是要點綠豆沙跟珍奶，因為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喝的，一定是這兩種其一。喚起你血液裡的記憶了。沒錯，趕快喝一下那個懷念的珍奶。我第一次看到土豆這樣子拿着飲料在路邊喝，因為他都是拍吃到飽。真的就是那種記憶中的珍奶味，用奶粉下去泡的。然後呢，它現在呢是可以調甜度。以前小時候我們在点的时候都是沒有調甜度的。然後我就想說，好嘛，我們小时候小朋友在吃嘛，總是吃比較甜。然後現在過了，就是已經到了中年了，這個身體還是要顧一下，所以它還是要調一下啦。所以我們點了一個中杯的，然後低糖。可是我們南部喝飲料還是全糖比較習慣的。對，不用今天點什麼？我今天喝的全糖的紅茶。哎，我點半糖嗎？對，你點半糖，後來他給你半糖。我剛點半糖啊。啊，對，我沒有珍珠啦。對，所以就換成我換半糖。所以你平常如果是有珍珠的話，會半糖。我会有珍珠会全糖。哦，这是什麼邏輯？有珍珠不是會更甜嗎？為什麼有珍珠全糖，然後沒珍珠半糖？你都要吃這種不健康的東西，當然是弄到底啊。這個是老闆娘力推的綠豆沙，她不推我也會點啊，喝喝看。老闆說，大家喝了之後就回不去了。真的就是非常的真材實料綠豆沙，很讚。你看嘴巴全部都是綠豆沙在裡面，這就是沙。它那個冰，因為現在冬天它可能沒有弄那麼冰，然後我整個嘴巴都是綠豆的沙的，它已經卡在我牙齒裡面。不是，是因為我們剛拍太久，擺在外面退冰了。這個每一個都好吃，經過的時候一定要來一下。重點是呢，你現在要喝到這種懷舊的味道呢，已經比較少了。快可麗全台灣就剩3間，那除了暖暖境內的這一間呢，就剩下信義區有一間，還有3支的淡金路2段那邊有一間。接下來土豆帶我們來買基隆醬料3寶，指的就是丸靜辣椒醬、幸福牌烏醋以及馬記香油。沒吃過這3種醬料的朋友，你別說你來過基隆啊！我覺得這個幸福牌烏醋啊，看起來超高級，上面還寫英文字，好像什麼法國紅酒。對啊，對啊。這一罐才60塊而已。哦，真的耶！而且如果很像的話就彈掉啊。這個你只要把標籤撕掉，就很適合買來送了。我們來總結一下，今天到暖暖這個地方呢，來做美食景點1日遊。那其實暖暖這個地方呢，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是那麼熟悉，我比較熟悉的就是梁靜茹那一首歌而已啦。那其實來到這邊呢，就發現說，其實暖暖啊，有蠻多的景點可以玩。像我們今天已經玩了好幾個點了，還是有很多景點沒有拍到。然後呢，也已經吃了好幾間店了，也還是有很多的美食沒有吃到。所以我覺得暖暖呢，我們還是很可以再來第2次、第3次的。那我們今天很感謝土豆來跟我們廢扯，剛好人就在這附近啊，所以就臨時約起來了。太巧了，南宮站呢。就各位啊，來基隆啊，我們除了市區之外，還有那種暖暖啊，這個地方也是不錯啊。我們今天也是剛好來這邊洽公才遇到的。好，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嘍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